提醒你啊，可别大出火气来。杨铁梅可是凡人，要是把她打伤了，要遭雷劈呀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堡主，请赐教。 你输了，希望你能信守承诺。我可不记得我给过你什么承诺。哎，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堂堂一代堡主，居然不信守承诺，我也是长见识了。你要是不服气，尽可以杀了我。想让我妥协，除非你把仙宝遗迹的千年玄冰给化了。 你要是不杀我，我们仙宝的事儿就少掺和。你，哎，你这个老妖婆，哎，大哥怎么样？赢了吗？赢是赢了，但是比输了还不如。 什么意思啊？央铁梅气还没消吗？他消没消气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把我们憋了一肚子气回来，真是太憋气了。那个央铁梅就跟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似的，赌输了还赖账，还说什么不能跟女人讲道理。我呸！遇到这种女人中的极品，真是没办法。韩嫣，连你也没办法了。既然她无法改变自己的想法。 那么他就成为改变时局的绊脚石，必须搬开。这块绊脚石可真的不好搬，搬不好还可能把自己绊倒。那也必须想办法破了它。连你都想用武力解决问题，这个央铁梅还是挺有实力的嘛。你不要随便误解我的意思，我从来不认为以武力压制央铁梅能够解决问题。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必须用非常手段。 钟云飞他们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您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提早做好准备？有什么好准备的？我就不信，他还真能把千年玄冰给化了。堡主英明。堡主，红雪师妹被您封了穴道，这时间长了，怕会影响修为。 您看您能不能先帮他把穴道解开啊？你就不怕他功力恢复之后，偷偷去找丁晓峰吗？我相信红雪师妹经过这些事儿以后，不敢再惹您生气了。你老实说，是不是真心喜欢红雪？ 堡主，这么多年，我对红雪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我是真心喜欢红雪的。好，
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我决定让你和红雪尽快成亲。多谢堡主。不行，我绝不同意这门亲事。我现在就去找我娘说去。师姐，师姐，你现在就算去找师傅，师傅也不会改变心意的。若是让我这样委屈嫁人，我宁愿去练那个双剑合璧，练一辈子。师姐，你不能自暴自弃啊！事到如今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要不，我帮你逃出仙堡吧，这样说不定还有一丝转机啊！怎么逃啊？我娘的风雪手法非同寻常，别人根本解不了。再说了，就算逃，我又能逃到哪儿去啊？既然逃不掉，不如一死了之。呸呸呸！你说你连那样的剑法都拉得下脸去练，还怕什么别的困难呀？你先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我知道一个人，他肯定能接你的学。没想到这千年玄冰如此坚硬，大哥耗尽了灵力，还是破不了它。要不我们再想别的办法，不能总跟这个玄冰较劲啊！哎，大哥，咱不能为了打个赌，把命给丢了呀！让我再试试。哎，大哥！你过来。哼，有种你就过来。哎，看着啊，我这可是赤手空拳来的，不是来找事儿的。拔剑那个，别看了，就是你，拔剑最快那个。有话快说。你快去叫柳道长来见我。你算哪根葱啊？柳道长可没空搭理你这小丫头。少废话，我和柳道长的关系可非同一般。你们要是敢得罪我，小心他收拾你们。哼，想用这么不靠谱的理由蒙事儿，没门儿。门儿都被你们几个傻蛋用来夹脑袋了，当然没门了。你别废话了，快去叫人。要是耽误了事儿，有你们倒大霉的。少跟我瞎扯，快滚回去！血魔，你蒙谁呢？哎，谁钱掉了？啊？人呢？那儿！哼！血魔来了不着急，钱到了倒挺着急，出息！把这女骗子给我扔回去！哎，干嘛呀你？救命啊！非礼啊！哎，柳道长，柳道长，他们欺负我。他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欺负……废话真多。什么？杨姑娘被逼婚？她宁愿去练双剑合璧，也不愿嫁给那个狄仁飞。二位道长，求你们帮帮我，一定要帮我把杨姑娘给救出来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救出杨姑娘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别着急，人是一定要救的，不过得想好该怎么救。这件事一定得考虑周全，
否则两派关系只会越来越僵。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一定得救她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央姑娘被逼婚。那救出来又该怎么办呢？你能说服你爹让他留在南海派吗？就算你爹同意，央姑娘愿意留在这儿吗？到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只有再想办法，帮她逃出蜀山。没想到这个事儿让你们这么难办。没事儿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件事儿如何了？啊，我一直想着师姐的事儿，忘记告诉你了。那位药师亲口跟我说，确实有欢喜幽这么一种药草。那药师还说了，这欢喜幽不仅能治天下百病，而且能救人于危命。只是因为有能变换男女性别的副作用，所以一直没有人敢尝试。彼之砒霜，无二哥之蜜糖啊！是啊，这王道长终于能如愿以偿了。我都替他高兴。不过什么？那药师也说，这欢喜幽生长在地势险要的后山峰，经常有妖兽出没，普通人自然是不敢去的。若是想得到这棵草，恐怕道长得亲自去一趟了。哎，那是自然。刘姑娘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你的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的。道长，你克制一点。哦，那你想怎么感谢我呀？我哎，你先别说，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那我先回仙宝啦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感觉这个刘姑娘都快要以身相许了。我今儿心情好，不跟你办件事。哎，刚听见了吗？我要恢复真身，变成男人了。知道了，替你高兴。不过刚刚那个刘姑娘说仙草在后山峰，但是没说具体在哪儿啊。就算把整座山翻过来，我也得找到它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去找啊！等会儿，大哥还在闭关恢复功力呢，咱们就这么走了，这局面就留给大哥一个人啊。哎呀，也是啊，那怎么办？算了，反正我迟早能变回真身，不能急于这一时。哎，央姑娘的事，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们现在去找大哥，走。走。师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相信钟道长他们肯定有办法帮你渡过难关的。大师兄，我找红雪有话说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红雪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怕你被堡主责罚，心情不好，所以特意过来看看你。如果你真的关心我，就帮我个忙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去跟我娘说，你不愿意跟我成亲。对不起，这不是我的真心话。我不能违心的蒙骗堡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说的。
你不是一直想找一个心意相通的人一起铲除血魔吗？可那个人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除魔未到，我义不容辞。可你我在那套剑法面前，连第一步都迈不出。你以为结为夫妻就可以吗？我不管你爱不爱听，但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。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话？我们之间除了这个目的以外，就没有一点别的情分了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练武，当然有师兄妹的情分。可除此之外，我对你再无其他的感情。而且我不希望因为我娘做的这个错误的决定，就影响到你我之间兄妹情。为什么我们成亲就是错的？难道让你嫁给那个丁晓峰才是对的吗？你如果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无话可说。红雪，我知道，你的心里啊，只有那个丁晓峰。但是红雪，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对你，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弃。就算为此注定你会恨我一辈子，我也一定要娶你。只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想让两派联手，怎么会这么难呢？哎呀，这杨红雪要是像这条鱼一样就好了，想抓就抓，想放就放。你这是杀生呢，还是放生呢？红雪姑娘，谁？哦，刘某冒昧了，还望姑娘不要见怪。想来道长是关心我而来，怎敢责备？既然姑娘知道我的来意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丁晓峰已为你安排好了住处，绝不会让你娘发现。不知姑娘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安排？请道长转告丁晓峰，他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我现在不能离开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也不愿意嫁给你师兄吗？我宁死也不会嫁给大师兄，但我也不会为了逃婚而接受南海派的帮助。这同样都是逃婚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在于，我若接受了南海派的帮助，就等同于背叛仙宝。可我绝对不会为了任何人、任何事情而成为宗门的叛徒。红雪姑娘，婚姻是你自己的人生大事，与宗门大义无关。况且，你只是暂时离开仙宝避避风头，并未归顺南海派，并不算是背叛师门啊。纵然道长说的有理，可我若是现在离开仙宝，还是要背负上不忠、不孝的骂名。啊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想不到这对母女都这么倔强固执，比那个什么千年玄冰还要难破。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试过将两派弟子相互配对，那我们又怎么知道不会出现奇迹呢？可我们怎么试呢？丁刚和央铁梅仇深似海，连撮合他们见面都难。既然他们不相见，那我们就逼他们见面。大师兄，你真的放弃了？我能理解，
杨姑娘的心情。宗门弟子的确是宁肯死，也不愿背上叛徒的罪名。嗨，这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？只要你胆子够大，肯定救得了央姑娘。你有什么主意啊？你想想看，我们要是能把狄仁飞给打残了，打得他半身不遂，哼，我看他还成什么亲？那我就杀了你丁小凤，一样可以解决问题。原来无极剑是你偷的！要不是你无能，我又怎能盗得了这无极剑？像你这样的窝囊废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红血？大师兄，这贼人今天竟自己送上门来，别说是为了央姑娘，就算是为了无极剑，也休得放过他。我怎么会让红雪嫁给一个贼？今天你休想能活着离开南海派！我既然敢来，就有底气能杀了你。我不光要让你死，我还要让你死在这无极剑下。我要让你死得屈辱，死不瞑目，死得气得活过来，再死一遍。你废话还真多呀你！哎，别追了！我一定要把无极剑给夺回来！这什么情况？放完狠话人就跑了，有毛病吧？我看有毛病的是你们两个，抓贼也得动动脑子呀。就算你把无极剑从狄仁飞手里抢回来，那央铁梅，她可以耍无赖呀。到时候死不承认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所以啊，不能贸然行事啊。要不，找你爹商量商量？这天都快亮了，大哥还没回来，不会露出破绽吧？大哥，丁小峰没起什么疑心吧？他那么想要无极剑，当然不会看出破绽。而且傅曲最会煽风点火，咱们的第一步棋算是成功了。简直是欺人太甚！狄仁飞不仅盗剑，而且还行凶袭人，简直就是目中无人。对，要不是央铁梅那个老妖婆在背后唆使，他狄仁飞敢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央铁梅竟敢明目张胆地踩在我头上，我绝对不会轻饶他。爹，我觉得这件事大有蹊跷。央铁梅再怎么狂妄，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挑事。恐怕是狄仁飞别有居心，故意制造矛盾。废话，狄仁飞是仙宝的大弟子，就算不听央铁梅指使，他也脱不了干系。找不回无极剑，我就血洗仙宝。爹，还是跟钟道长商量之后再做决定吧。南海派，我说了算。你马上召集众弟子，即刻兴师问罪。师姐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会交响震天罗？丁掌门带人来攻打仙宝了。那丁少侠来了吗？来了。哎，师姐。你先派狄仁飞夺得无极剑，然后又唆使他刺杀我的儿子。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将你的仙宝烧为灰土。小闹事就别找那么多借口，
就凭你还灭不了我仙宝？灭不灭得了，要打得过再说。我今天就算是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拿回无极剑。狄仁飞，你昨晚不是放话说，要让我屈辱的死在无极剑下吗？不是要让我死不瞑目，死得气到活过来再死一遍吗？现在怎么像个缩头乌龟一样，不敢说话了？混账！我何时说过这般话？还说昨夜我去找过你，栽赃嫁祸，你也要有个度。你要有本事，就站出来，跟我一战，少在这用肮脏龌龊的手段破坏我仙宝的声誉。哎，说你是盗剑贼，那可是表扬你呀。哎呀，这个贼呀，还有贼的道义呢。你要是不肯认罪，害得宗门血流成河，恐怕连贼都瞧不起你啊！哼，他进得央铁梅真传，耍赖无耻，自然也不会差。你要是不认罪，那就打到你认罪为止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这么嚣张！好，那你我就单打独斗，顺便解决一下百年的恩怨。既然你们想自取灭亡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！包主，娘，爹，包主，爹，包主，包主，丁小峰，都怪你！你把我爹都哪儿去了？别吵了！我真替丁隐和杨瑶池感到悲哀。当年他们还有资格与我一战，可如今你们居然连我一招也破不了，不觉得惭愧吗？你趁人不备，你算什么能耐？有本事，咱俩面对面的打一场！卑微的蝼蚁，还大言不惭的想要铲除我。等你们有本事逃出去，再继续做梦吧。现在你爹和我娘都被血魔掳走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，一起想办法救人啊？想救人，就得先拿下狄仁飞。要不是你借故闹事儿，人怎么可能被血魔掳走？若不是你事先偷走无极剑，我爹会带人来火拼吗？我呸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就是看不惯我和红雪成亲，故意找茬闹事儿。那又如何？我看你啊，就是血魔的内奸。说，把无极剑藏在哪儿了？大师兄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勇于认错，才能让两派联手起来。要不然你把无极剑还给南海派吧。别胡说！狄仁飞，你看，我说就是你盗的剑吧？好，我承认，是我让飞天蜘蛛去盗的剑，但是剑已经被别人给抢走了。我原本还不知道是谁盗的剑，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血魔。你就别在这胡说八道了，你干脆说是血魔扮演的你刺杀的丁小峰，就是为了挑拨两派的冲突，趁机绑走两派掌门。你在这胡说八道，挑拨离间，到底什么目的？我说了，剑是我偷的，其他的事跟我没关系，你爱信不信。你，丁少侠，虽然我大师兄有错在先，但是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团结起来，毕竟救人要紧啊。
第2步棋也成功了。没想到我没有抓到血魔，却已经冒充了他2次，想来也是大讽刺了。可大哥的目的是为了行善，希望这一次，丁刚和央铁梅可以从中得到教训，也不枉我一番苦心，让他们2个在魔洞里面患难见真情吧。大哥，这次2派可是被我们搅成一锅粥了，我们可不能管杀不管理啊。走，这就去收拾残局。钟道长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但是能不能成功，就要靠你们自己了。只要能救回我爹和央堡主，不管多么困难的事，我们都愿意去做。对，我们都愿意去做。我们都愿意去做。我们仙宝派也愿意听从道长的安排。那好，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，如果到时候赖账，我可就撒手不管了。道长放心，只要办法可行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我的办法就是从2派当中选出心意相通的2个人，使出双剑合璧，就可以铲除血魔，救出2派的掌门人。我们南海派愿意放下私怨，以救掌门为先。对，以救掌门为先。大师兄，道长，只要能救回我们堡主，我们愿意接受试炼。以你的修为，想突破这结界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你除了说风凉话，你还能干什么？难道我像你一样站在这儿等死？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在等死呢？你阴阳怪气的，难道你有什么好的想法？说出来，咱俩商量商量，然后一块打出去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先杀了你，再自己逃出去。你疯了吧？就算你真有本事杀了我，凭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能打出去？哼，不就是个结界吗？他也想困住我。我只是不想辜负了钟云飞的好意，才留在这儿的。哼，是血魔抓了我们，关钟云飞什么事儿啊？无知的蝼蚁！如果真的是血魔抓了我们，那我又是谁？你，原来你是血魔！我就是拼得一死，也不能让你阴谋得逞！这也太可笑了吧！钟云飞自作聪明，居然冒充我制造事端，想达到2派同仇敌忾的目的。我一定要让他尝尽苦果，尝尝被愚弄的耻辱。钟云飞，当你发现是央铁梅杀了丁刚，我看你还怎么让2派再合作？树上有仙剑，青的剑，紫的剑，每天练剑，强身又体健，快活似神仙。道长，若能替我解穴，我请求一试。红雪，我来。丁晓峰，我来跟你试。
多谢道长替我解穴。这个剑法虽然奇特，想使出最后2招，更是难上加难，因为它靠的不是天赋，也不是努力，而是那么一丝丝的机缘，而这个机缘就是心意相通。为了救出我娘，我愿意放下所有偏见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会选择丁晓峰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红雪姑娘，缘分有时候确实是说不清楚的。大概是因为他见过我最狼狈的样子吧，所以在他面前再怎么出丑、狼狈，我都觉得无所谓了。为何如此躁动？双剑如此异常，恐怕是感应到了魔气。元婴居然已成魔影，如果不能及时毁灭，恐怕人间在劫难逃。但愿钟云飞能早日找到心意相通之人。挥笔赤地万里，开目为舟寻觅天际。山海一笑，洒下光阴，颠沛流离，遁入幻境。万物有灵，星宿诸迹。闭目为夜，遥遥无期。知何为知己？不知为缘起。皆自在心。同年同气同语同天地。他山边海，无界无缘兮。历尽险境，换一场经历。同年同气同语同一片天。一人一摇，一真一丝是梦魇。他山边海，无界无我。山边